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见过了这一场万树飞花，也不枉我假睡这么一场。无心师弟，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不想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。 真是太好了！师弟，忘忧啊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12年前我就说过，你迟早会因为无心那小子遭劫，心中可曾后悔当年的决定？哼！ 你定然是不会后悔的。你曾经说过，希望在死之前能回这里看一眼。今天我就在这里祭奠你，愿你能够魂归故里吧。萧瑟，咱们师徒也该见一面了。小瑟，要不咱们趁现在快跑吧？ 好啊，祝你好运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有看见他的轻功吗？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们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哎，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7世男儿，需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 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，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 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。 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
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；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……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父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哦，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雷门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他们杀了我阿弟，我要把他们都杀了！阿弥陀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。阿弥陀佛。百鬼夜行。什么长弓百鬼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以前听的都是英雄故事，但是长弓追忆、百鬼夜行不同，他们是马贼。马贼？无锡你不简单啊，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。这么多人，不管了，冲出去再说。
不打算杀人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。少子无心，你们快！那两个没义气的家伙，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。天外天少宗主叶安世。刘无杰，刘无杰，小子，我在这儿。钥匙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来救我。你喝酒了？哦，对，刚有个兄弟去关在我隔壁，就是他给的我酒。我还说把他救出来来着，他就被人给带走了。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在牢里还有酒喝。这酒，天启城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喝这么名贵的酒？不过他这酒是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他为什么会有酒呢？难道是？好了，不提他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。我就知道，以你的神通，若是白天出手相助，这小夯货绝不会被抓了。你放任他被抓走，晚上又来救他，一定是另有所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原本这一出戏已经落幕了。公子的意思是？天外天想迎回他们的少宗主，中原各派有些不想放虎归山，有些纯粹是对罗刹堂的秘籍感兴趣，这才引来了多方争夺这黄金棺材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多方争夺的这枚棋子会自己跳出棋盘。这样一颗不安分的棋子，走到哪里都是变数。如果他要回天外天，以后我们少不得要跟他打交道，还是提前了解多一些比较好啊。公子说的是。不过想跳出这棋盘，哪里是这么容易的？他就算轻功再怎么绝顶，想甩开各大势力的盯梢，不对，我错了，他一定会回来劫狱。寒水寺无心，特来拜会长生追忆，白虎夜行。大水来！快使！这边！奇怪了，鱼石虽然不大，可同北离之间也有通商。虽不说客商络绎不绝，但也不至如此景象啊。是啊，我们这都行了大半日了，连一个人都没见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莫不是于师出了什么大变故？这我也没听说呀。会不会是官道改道了？你个小憨货，你当官道是河道，说改就改？哪个叫笨货？行了，咱们也别瞎走，这分明就是迷路了。和尚，你不会也不认识路吧？我看过地图啊，这附近的路只有于师官道这一条，跟着路走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哪里是官道？这分明就是人踩出来的野路，地图上又怎会有标记？这就是你带的路。问世之不参涅盘堂里禅者，南乎其不接路矣。少拽文了你！凡夫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之，则为迷。哎，前面有客栈，去问问不就行了？这是师父。有那人的消息了吗？没有。昨晚实在是太过于混乱，我们的人在追击的途中，还和几部探子发生了冲突，结果故意露出破绽，引我们上钩，顺藤摸瓜地找到我们的营寨，然后出其不意地制造大混乱，自己逃跑，借我们的手帮他清理掉身后的尾巴。这个吴昕真是好算计。现在除非剑仙出手，再想找到他，可就难了。公子，要不要请？这种小事不要惊动义父。而且，我已经猜到他要去哪里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还说我们没走错？这分明就是一家北离的客栈。我们这是绕了回头路。路可能走错了，但方向肯定没错。我们一路往西，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是师父。
什么人来杀你的？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踏入了逍遥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就这样死了，真是可惜。小子，这地方太破，根本就没法住人啊！眼见就要天黑了，不如我们今晚就打扫一下，在这里歇歇吧。啊？你刚刚不是跟我说这客栈出现了突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让我们赶紧上路吗？我改主意了。萧子，你说呢？我没意见。嗯。就知道你没睡。白天那个记号是江湖白晓生的吧？你是他的弟子？算是吧。怪不得你知道这么多江湖的事。我叫老和尚倒是跟我说过，白晓生的确有个姓萧的弟子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你，肖老板，记得天亮之前要回来哟。真记仇啊！师父。你要去雪月城？是。你可知道，你要是入了雪月城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听说，你是为了500两银子。师父不愧是人称白晓生，这都查得到。只是为了500两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都是大事。哦，
是500两银子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雪月城还得起？他们还不起，不过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帮我去讨这笔银子。他们的确会很乐意，不光是他们，任何一个江湖大势力都很乐意帮你去讨这500两银子。只不过，能拿到这笔银子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我知道，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呢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是吗？剑仙出手都没能取我性命。你不用试探了。那日废了你的武功，又将我重伤的人是谁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可是怒剑仙严战天，难道是孤剑仙洛清扬？你别猜了，有些事情决定了放下，就别再想拾起来了。不就是500两银子吗？和性命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自己掂量吧。看来师傅是真的不看好我了。那师傅觉得这500两银子谁能拿到？白王萧崇，赤王萧影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在师傅眼中，武功就这么重要？你知道我说的并不是武功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我怎么了？唉，好胜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，此六者，君上之弊也。师傅，该您落子了。传给你了。我的武功尽废了，还要这无极棍有什么用？讨账的路不好走，你留着当拐棍用吧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弟子还有一事不明，请师傅指教。说吧。弟子要去鱼师，路该怎么走？你迷路了？是啊。师傅，这不好笑。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带着那2个小子来这里找死。找死？这里向西30里有一座城。什么城？木良城？我没听错吧？没想到啊，居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里。萧瑟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这天下4城，北天启，南雪月，东无双，西木良，这个都是与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一座没人住的鬼城，有什么好见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江湖上谁人不知，木良城中住着一个人，而就是因为这一个人，让木良城成为了江湖4大名城之一。啊，这可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清扬。孤剑仙洛清扬。啊！好了，这些江湖传闻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相传孤剑仙洛清扬
独坐木梁城中练剑，10几年从未出过城一步，号称要将他的九歌剑诀修炼至大成，方肯出师。哼，这点倒是跟雷门的雷轰挺像的。雷轰、洛清扬，再算上那个望城山上从出生开始就没下过山一步的赵玉珍，这3个人也算是江湖3大宅了。不是你，不过像这种江湖传言也多有不实。雷轰和赵玉珍好歹还有雷门和望城山供养，可这木梁城内就只有洛清扬一人。10几年来，他吃什么喝什么，真当剑仙是神仙啊，不是人间烟火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。传闻或许有夸大的地方，但是洛清扬剑仙的名头，可是实打实的。不少人认为，洛清扬的武功，可当5大剑仙之首。刘杰，刘杰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，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地儿了，要不就顺路去看看，看看。大陈师傅，咱们还有多久到九龙门啊？快到了，走。莲，很甜的哟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喂你。师兄，我们萧瑟那个家伙，一听说我要去木梁城，吓得脸都变色了。吴昕也是，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？我只是远远的看一看，又不是要去挑战顾剑仙，小题大做。你说这赤王也真是够小心的，居然约咱们在这西域边境见面。这北离的情况和我们男爵不一样，他们太子之位迟迟没有定下，那几个有希望继位的皇子都暗自在江湖上发展自己的事业。除了这赤王萧雨，还有一个白王萧崇。这白王萧崇背后，正是怒剑仙严震天。那赤王呢？他身后的剑仙，难道是？自然是孤剑仙洛清扬。什么人？打雷了？这也不像是要下雨啊。那是雷无节去的方向，难道是他在与人争斗？这小夯货，打个水都能打出事端来。这地方人迹罕至的，想不到雷无节还能遇上逼得他用霹雳子的对手。他们的位置在移动，看这情形，是往木梁城的方向去了。木梁城，孤剑仙。喂，干什么？你不去救他？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那小夯货没那么容易被干掉，兴许脱身了，一会儿就找回来。话虽如此，可他们是往木梁城的方向去了。
万一惹到孤剑仙，他不是想去见孤剑仙吗？万一碰到了，正好入他的约。你有心事。从昨晚回来之后，你便有些不对劲。